有事好什么？他们关你屁事儿！你放开我！放开！逃这么久也累了吧？安安稳稳吃牢饭不好吗？啊？你怎么不去吃？啊？您哪位啊？我刚捡了这手机，这手机的主人刚跟人打架被刺伤了。什么？你们在哪儿？刚刚是您给我打电话吗？是，他现在人呢？刚送医院去了。你是他女朋友吧？伤者是叫桑岩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看人高高瘦瘦的，我就看他手上全是血，那肚子也被划了一刀，那血一直流，流那么多血，救护有说什么吗？他应该被送到那个南坞市中心医院去了。谢谢。哎，手机！谢谢，快去啊！我爱你，很爱很爱，懂吗？麻烦你再快一点，可以吗？干嘛这么多车？妹子，你没事吧？还有别的路可以绕吗？没了呀，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堵成这样。您帮我靠边停吧。喂，是你吗，桑岩？少姐，你没事吧？伤哪儿了？我没什么事，就手破点皮。还说没事，我看到好多血。那大概率是车星得的吧？我真没什么事儿，别这么担心，我都跟你说了没事了。我一会儿自己回家啊，这边可能还要做一些笔录，需要一点时间。你现在在哪儿？我来找你。我在市医院急诊。好。你好，谢谢。好，蔡医生，那等你处理完伤口，我们再来看你了解情况。好，谢谢。你好，请问有没有一位叫桑岩的患者？在那边。谢谢。没事。
除了手掌缝了8针之外，肚子的伤没事吧？没事了。那就这样，回头有什么新的情况再联系我们补充。好，辛苦了。剥了点皮，缝了8针。你不关心我就算了，还凶我？你为什么要去抓他？怎么了？我还做错了？今天晚上我就算是通宵，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翻译完，让我跟你划清界限。师兄，你怎么来了？你说你加班，我想你一定饿了，给你带点吃的。哇，谢谢师兄。炸鸡。这么多翻译文件，今晚都要做完。是啊，早点做完，早点脱离古巴皮。今天晚上必须把它解决了。我帮你吧。不用，我这小兼职怎么能麻烦杜总呢？我听出来了，是嫌我不懂法语，帮不上忙是吧？我表现这么明显吗？虽然我不懂法语啊，但我可以帮你校正表格、装订文件什么的。总之，肯定比你一个人动作快。哎，你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通宵爆肝做实验吗？说起来，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与其说是你麻烦我，倒不如说是你带我重返大学时代，做回年轻的自己。好吧，那先谢谢师兄了。咱俩不用那么客气。来，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配合还有没有曾经的默契。这是你昨天布置给我的翻译工作，我全部弄好了，请验收。这么快？你确定你没有糊弄我？你可以随便检查。怎么可能？这可不是1晚上就能完成的任务。昨天师兄陪我熬了1个通宵，帮助我一起完成的。杜云成，你是跟他一起翻译的？你们俩在实验室待了1整晚？是啊，有什么问题吗？苏维安，我让你回实验室，我是让你工作，而不是在实验室谈情说爱。谁允许你让外人进入我的实验室的？谁在实验室谈情说爱了？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我说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实验室。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不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帮你翻译资料还要被你骂。杜云成要是外人，我就更是外人了。心情不好就找别人去，找惹你的人去，对我发什么火？我没有对你发火。哎呀，我不管你是什么了，总之我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请你马上核对，把你的尾款给我打进来。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再来上班了，我更加不用接受你的压榨。你今天不用去实验室工作了？昨天都忙了1个通宵，嫌我过劳死。我就问了嘛，怎么生气了？来大姨妈啦？看是顾云正来大姨夫了才对。这么多啊！啊！
我觉得他这个大姨夫可以经常来。顾小姐，嗯，怎么是你？你们，这是我现任唯一的男朋友。他是你现任唯一的男朋友，那顾云峥呢？顾医生，前任也算不上吧，算是一个失之交臂的小目标。听你这么说，顾医生拒绝你了？是，他是拒绝了我，他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滑铁卢。亲爱的，你真美。那我们先走了。怎么回事啊？哦，原来顾云峥，他没有移情别恋，他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那他一直都在跟我演戏吗？为什么演戏啊？这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就回来。这个汤你要不要尝一尝？你确定这是剩下的？啊？苏翻译，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照接送给我女朋友。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加钱。为了故意给我送钱，怕我不收。啊，肚子疼啊！加木，真不行。你这个手术都已经很熟悉了吧？啊，你下手术了，裴老板。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入路？有问题吗？我还有时间再改。我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比较少用的入路，而不选择更加稳妥的异点入路？那个小女孩她才17岁，她告诉我她喜欢唱歌和跳舞，还要报考表演专业。我看她的瘤体不大，我想保护她的听力和面部神经，就选择了窗口最小的入路。窗口小，树叶也是最窄的，操作起来会更复杂。树也窄，我就一点一点的剥，总能剥干净。你不害怕吗？怕。但是苏维安他提醒了我，他说，医生上了手术台应该是忘我的纯粹，既然拿起了手术刀，就要给患者最好的救治。这话是苏维安说的。嗯。那天李医生还告诉我，为了让我克服我心里的障碍，让我选择最有把握的入路，但是我还是同意苏维安的话。他挺厉害的，如果他不退学，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他会回来的。怎么了，小老板？有钱都不收，这不像苏维安的风格。完了，小老板，江江说他露馅了。他说苏维安知道了你用假女友骗他的事情。啊，你打算回医院工作了？如果那个新药不上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姑姑，这不是我应该去操心的事情。怎么不是你该操心的？你也携带这个病的致病基因。那份报告只能骗骗你妈。什么都瞒不了你。我看得出来，
你跟那个顾医生互相喜欢？怎么可能？我妈都说了，这么优秀的顾医生，我哪配得上？我觉得停药以后，我的反应比以前大了。我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都不是以前的我了。我不希望你变成像我一样。姑姑希望你活得比我更加有勇气，别留遗憾。姑姑，我现在很好啊，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每天开开心心的，这样就足够了。这字迹是顾云章。妈，这本册子哪来的？啊，那天我到医院去拿药，顾医生给我的。哎，这顾医生心挺细的，这是他自己做的吧？我先睡了啊，你也早点睡。睡。看吧，苏维安，你额外还帮我算好了数据，找了那么多论文援引，你心里从未放下对医学的热忱，这些医学生的习惯，即使你离开学校4年也还保留着。你为什么总是要口是心非呢？你可以抗拒，但我不会放弃。你就这么想要和我撇清干系，连我买的饼干都不吃？苏维安，你可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朋友。掉落的对话，逐字逐句
笑着悄悄记录下所有的心愿。My secret， 我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孤岛，我盼着很久后你好找我的一角。I'm loving you。喂，师兄，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我刚请客户吃完饭，巧了就在你酒吧附近，我想来看看你演出。我今天没去酒吧，有点别的事儿。哦，是吗？那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喝2杯吧。下次去酒吧我请客，感谢你陪我通宵翻译。没事。对了，我有朋友。师兄，先不说了。你知道啊，我没有女朋友。知道了。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就不想问一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钱太多，想找我帮帮忙，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想拿我寻开心？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过顾医生，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确实浪费了。有时间做这样的图册，不如多做2床手术。我对自己的患者负责，也叫做耍手段。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苏维安，不要再逞强了。你明明记得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你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可以潇洒地面对人生。你既然已经选择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我，为什么情况有所好转了，就要把我推开呢？对不起啊，顾医生，给你添麻烦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顾云峥，苏维安，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你有很多时间，慢慢想清楚。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基因缺陷，不代表你不能拥有正常人的人生。
我是蓝色海际。虽然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臂同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在漫漫长夜，将炽热火焰无人为星辰，太纯真只接近一寸，燃烧成整个黄昏。太害怕离分，一次次确认，反而成伤痕。要怎么证明他的认真？再等雨天，等下个季节，初春温暖的风渐渐蔓延，星星会有几颗在银河中相连，记忆刻。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臂同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雷安，为了你，我愿意倾尽全力。只要你肯向我走一步，剩下不管是99步，还是999步，我都会跑向你，治愈你。阿姨，哎呦，小杜，你是找维安的吧？哦，不是，我今天是来找您的。找我？啊。哦，那进屋聊。好。走。来，小杜，里边请啊。好。来，这边坐。哎呦，我的鞋。哎呀，不用换，我这2天没拖地，快，里边请。坐那儿。你来的正好，哎，我看这2天啊，维安太累了，我给他熬了排骨汤，你先尝尝。哎，阿姨，您别忙了，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我是专门来找您，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睡了，来，咱们里边去，坐这边。姑姑睡着了。哦。啊，你说他姑姑怎么了？是这样的，姑姑的病情我已经上报给张河医院的研发团队了。虽然不确定动脉瘤是不是和食药有关，但姑姑也确实是在食药的过程中发病的，我心里过意不去。哎呦，千万别！小杜，我相信你们研发这个药的初心是为了治病救人。现在阿元长了动脉瘤，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你别自责啊！阿姨啊，我希望代表协会，给你们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那可不行，小杜，你是维安的师兄，从他姑姑发病以来，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了。我跟你说，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停药之后，她感觉如何？说实话，不太好。这药停了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越是这样，她心里也越是不好受。有时候啊，就发脾气，摔东西。阿姨，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要不这样，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这样也能，让您别太累，也能替您分担一些。不用，我都退休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哎，我照顾她可以的。阿姨，疗养院
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哦，是这样啊。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这个疗养院和杰辉签订了年框协议，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空着也是空着嘛，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哎呦，那太好了啊！其实这个事儿吧，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阿姨，以维安的脾气性格，您要跟他商量了，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再说了，现在对于姑姑来说，疗养院是最好的选择。阿姨，要不这样，过2天，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如果姑姑满意的话，您再做决定。啊，对对对，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当然，您别跟维安说是我介绍的。我知道了。哥，翻译的工作完成啦？结束了。对了，我找了几家疗养院，你看一下。不用看了，我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怎么安排的？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93。就3折，3折？哎，怎么可能啊？这能靠谱吗？这靠不靠谱，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我说的没错吧？你姑姑喜欢吧？好是挺好的，但是你确定3折？哎，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就算3折，这每个月得4000呢，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前段时间炒股了，挣了点小钱。你给小孩打麻将都能输钱，你学人炒股啊？怎么说自己妈呢？这不就是那个 A 栋503那个大姐，买菜大姐，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对啊，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是吧？她有点内幕消息嘛，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对你这么好，这臭丫头又没正形。我去看看姑姑。维安的姑姑今天办理入住，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年纪、资历、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好。哦，还有，
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这是自然。行，你去忙吧。18号好了吗？帮我催一下吧，我快超时了。16号，16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他们过得好充实啊。以后我不当医生了，我就去送外卖，收入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心不累。干嘛？好好的医生不当，送什么外卖啊？没什么。哦，你明天要主刀做手术啊？只是暂时排的是我，还不一定用我呢。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走，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江江？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我怎么不知道？上次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我就觉得特别酷，所以我就学了2手，防色狼。防色狼？我是你男朋友，我又不是色狼。方明凡，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不是我战胜你，就是你战胜我，你要全力以赴。不太好吧？我万一伤到你怎么办？我可是练过的，你想伤到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来，那我来了。来。呀！疼！这叫饶命啊！我饶命！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方明凡，你打不过我就想着求饶，不想上手术就找借口。如果你每次都想好退路，你永远都赢不了。你不懂，我只是怕伤到他们。怕！你永远都知道怕。你个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不是懦夫。方明凡，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我不是懦夫，很久前那份甜蜜，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或许是我太过了解，我不是懦夫，爱过就不想再被。明天可以做到的。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相信自己，你没问题的。哎，小老板，还是你当我一猪吧。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顶上去。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他会做你的医助，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为什么是他呀？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
小老板，你要进来吗？我不进去了，我就是来看看。顾医生，你要觉得实在不放心啊，留下登医术吧。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只要你不掉链子，就没有问题。小老板，你还是回去吧，别在门口转悠了。你在这站着，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没事，放心交给我。好，一会儿见。好。我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也老忘事儿，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经常带他旅游，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从核磁上看，目上脑室系统扩张积水，小脑萎缩。他平时走路摔跤吗？走路不稳，得有人看着，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吃饭睡觉呢，都正常吗？这次住院就吃不下，有人喂了，勉强能吃2口。我待会儿开个单子，做个腰穿，看看脑积液。啊，好的好的，谢谢医生啊。爸，怎么了？爸，爸，哎，顾医生，把这个带上。发生什么事了？早上一个病危患者血检查出了肺鼠疫123杆菌。根据疾控中心的指示，现在整栋楼紧急闭环管理，任何人不得进出。顾医生，你看要不要先跟家里人报个平安？好。我手机落在科室，没有带过来。那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没事，不用座机，先打个电话回科室。嗯，好。顾医生，现在整栋楼只有你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耳鼻喉科刚刚也提出需求，需要呼吸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共同会诊。行，我现在就去。好。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手术非常成功，先去 ICU 观察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之后转到普通病房。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没事。谢谢。小老板。嗯？小老板还没回来啊？方明凡，你刚做手术还不知道吧？住院楼里出现了一例肺鼠疫阳性，你们小老板被封在里面了。对不起。方明凡，青青，怎么样？手术成功了？很成功。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你真棒。江江，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和鼓励我，有你在，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你怎么了？手术成功你不开心啊？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听说住院部发现鼠疫患者，小老板被困在里面了，我很担心他。喂，江江。喂啊，
不好了，顾医生他可能有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来跟他说。喂，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从一个患者的痰液中检测出了鼠疫耶尔森菌，现在住院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肺鼠疫，那可是甲类传染病，感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整栋楼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应该很快就能控制住。好，先不说了，我打电话。哎，维安，你别打了。小老板今天会诊的时候没带手机，他手机在我这儿呢。你想进去一下？是啊，我可以进吗？那不是。出趟差啊？去哪儿出差呀？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去贵市，那个早就订好了，忘记跟你说了。啊，那这样，我给你下点青菜面，吃完了你再走啊。来不及了，我要赶飞机。这么急呢？哎，哟，慢点。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慢点。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哎，走了。哎，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我乖乖等你回来啊！放心吧。走吧。喂，小杜啊，喂，师兄。刚才兰姐给我来了个电话，你是不是有事瞒她？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你可以跟我说实话，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一起瞒她。华人医院出现肺鼠疫的事情，你知道了吧？我想去医院帮忙，但是我不能告诉兰姐，她会担心的。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阿姨啊，我跟文安联系过了，他确实去外地出差了。第一例确诊的患者，男性，60岁，景海本地人。他上一周在西北旅游。前天突然出现高热，他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转入我院。48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鼠疫杆菌阳性。那么基因测序检测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从今天中午12点起，医院紧急封楼，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一旦发现，立即进行严密隔离。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一切听从市疾控中心的指挥，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再就是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再就是隔离需要保障物资供应，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哎，你们是什么人？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王大哥，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我也是医生。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临时工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这，我说什么来着？你也不能进。我为什么不能进？
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但是，苏文，我告诉你，你可别硬撞，这可是要被追责的。我可没那么傻，就算我退学，我也知道传染病防治法。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挨棍子挡枪子儿，闯个警戒线算什么？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万一……没有万一，不要乱说话。什么？不是，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不行，楼都封了，谁都没那特权。别胡闹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处置结果。怎么了，爸？呼吸科出现一例鼠疫阳性，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怎么会呢？他不省外的吗？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他一早上过去会诊，事发突然就封里出不来了。爸，对付鼠疫需要链霉素、肌内注射，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物。如果医院不够，姐会随时向全省调配。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实性部分沿前中颅窝的蝶眶颅底生长，向眶内眶周延伸，浸润海绵窦和蝶胺外侧腔隙。初步判断应该是巨大腺样囊性肿瘤。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做一个病理分析，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手术？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手术，情况会有好转的。医生，你可得救救他呀！特殊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配合一下工作，谢谢。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谢谢，谢谢医生。医生，还没吃饭吧？没事，不行。你把那个还是没人接吗？估计你不在，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用我的电话吧。也不是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科室有个医生，他今天第一次主刀手术，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一定是个可造之材。顾医生，上午神经外科有一个姓方的男医生打电话找你，当时您在别的科室。对，就是他。手术成功了吗？这我不知道，不过听他的语气，好像没有什么异常。那就好了。您这么着急，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你不关心一下女朋友？我先去忙了。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你好，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不认识。你好，你认识神脉的顾医生吗？不认识。小姑娘，快走吧，你都在这儿等一天了。我就在外面等着，不耽误您工作。这个顾医生到底是你什么人啊？维安，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办点事儿。你怎么来医院了？我想进隔离区帮忙，但是不让进。你是来找顾云珍的吧？听说她被封锁在里边了。你有她的消息？她应该没事。我刚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没有收到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太好了。你很担心她？没有，我担心我的尾款，他还欠我尾款呢。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你看样子也没吃晚饭吧？别有低血糖了。不用了，没什么胃口。吃饱了才有力气追你的尾款吧。你放心吧，医院要是有事的话，会有人第一时间跟我说的。好了，别担心了，走吧。哎，不好意思，二位，我们打烊了。啊？那我们去旁边吃碗面吧。不是，人家不是还有那么多汉堡吗？不卖了吗？还是今天只做外卖生意啊？华仁医院不是封了一栋楼吗？医生和护士啊，患者还有家属，这都没吃饭呢。这汉堡是给他们留的，这一会儿就送过去了。外卖现在可以送进去吗？可以啊，医院主要是控制的是院内的感染，我们跟医院都已经联系好了。我们把汉堡放在门口，然后里面的人再把汉堡拿进去，分发到各个楼层、各个科室。不好意思啊，我可不可以在包装上写几个字啊？苏妍又在闹了。顾云珍欠你多少钱啊？这个节骨眼儿还用汉堡追杀他？很多很多，多到他再不出现就还不完了。现在小姑娘可真不好惹啊！要不我帮你一起写吧，这样能快点。不用了，他只认得我的字。那一会儿还是我开车送你吧，这样能多装一点，速度也能快一点。谢谢师兄。开大奔送外卖，你们要找的人可真幸福啊！哎，快那边，那个外卖装去了。汉堡是你们送来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好，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顾云珍，他是哪个科室的？在几楼？要我帮你找他吗？不用了，辛苦您了。谢谢。维安，我送你回去吧。你忘了，我在出差呢。我怎么把这事忘了？那我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吧。不用了，我去江江家住一晚。你先回去吧，师兄。行，那你到江江家给我发消息。注意安全啊！图图，你看咱要不要给他打次镇定剂？不，你别激动，去拿碘伏和纱布。你们先出去吧。姑姑，你忍一下啊，我帮你处理。我根本感觉不到疼。姑姑，护工还有护士哪里做的不好的，你直接跟我说。如果要加人，我帮你安排。我想继续服药。什么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看
感觉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前一阵子明明好多了。姑姑啊 ，HD 哥39这个项目我投了3年，药效我最清楚，动脉瘤跟这个药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用药了，您得退出药物试验。这个药对我很有效果。小多，我求你和温教授说一下，我想继续试药。可这是违规的，我不能这么做。而且你现在出现了不良事件，按照流程的话要上报伦理委员会。如果您不退出，很快会有人来随访的，到时候可能要让您强制停药。小多，我求求你，我想继续试药。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姑姑，药我想办法给您弄来，但是这个名字是您签的，对吗？是我签的，我签的。姑姑，这个事情只有咱俩知道，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的。这是给你们的，谢谢。这是给你的，谢谢啊。平时一定要注意伤口的消毒，啊。医生，这个给你。我不用了，谢谢啊。奇了怪了，今天门口有个女的一直在找顾医生，每个进出的人都要问一问，说是哪个科室的来着？反正我们科室没有姓顾的。妈妈，谁是顾医生啊？顾医生不就是那个哥哥吗？顾医生，有人喊您回电话。这是维安的字迹。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儿？她在那儿，那个拉了警戒线的大门口。来，我可以接下你的电话吗？谢谢啊。喂，哪位？维安，是我。顾云峥，你在哪儿呢？你往楼上看。维安，我今天去呼吸科会诊，手机落在科室了，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维安，你在哭吗？才没有呢。对不起，维安，我让你担心了。但是我知道你担心我，
心里还是很暖的。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在担心我的尾款。既然你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伟安，别挂电话，我想再听听你的声音。你在里面不忙吗？忙，超级忙的。我们这边所有科室都缺人手，哪里缺人手，第一时间叫处长去帮忙。我想多听听你的声音，给自己充充电，这样才有精力战斗嘛。你在里面把口罩戴好，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情况一定会好转的。好，你也是啊，一定要注意好防护。怎么了？喂，吴院长。放松，放松，呼吸，呼吸，放松。不行，气道梗阻太严重了，给患者上吸痰，快！立刻带郭医生去做 PCR 核酸检测和细菌培养。大哥，我求你让我进去吧。小姑娘，你会说外语吗？我们刚刚收到医院通知，目前国际部正在招募翻译志愿者，录取资格需要院长审批。院长。嗯。院长。今天下午进行了全员的 PCR 核酸检测，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流行病学排查工作。确诊病例和密切人员名单也是刚送到我手上，我向大家公布一下，一共是3例确诊，9名密接。有一位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在名单上，是神经外科的顾云峥医生。喂，喂，师兄，你能给你爸爸推荐一下我吗？我会法语和英语，而且我懂医学常识。我申请以翻译的身份进入隔离区的国际部。维安，你听我说，顾云峥在密接名单。什么？应该已经严密的隔离了。就算你进去，也找不到他。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70%。即使这样，你还要去吗？我要进去。好，我帮你。师兄，你陪我去吧，很难见的大手术，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切除术。这么激动，是王焕忠王主任的手术吧？是顾云峥顾大医生的。听说他介入、显微、开刀样样精通呢，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手术台零死亡率的记录，厉害吧？
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去吧。好吧，那我自己去了。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你们的眼里永远都只有顾云珍？苏安，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没事。停下你手上的工作，现在立刻去休息一会儿，去吃饭，否则我马上让你离开医院。哎，你听见没？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顾云珍的病房，她怎么了？看来我们2个人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维安，我来了。苏维安，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顾云哲，我后悔了，我大错特错，求你了，不要有事。各部门请注意，各部门请注意，医院已对大楼进行多轮消杀，经专家评估，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即日起解除封控。即日起封控。你别吓我好不好？我骗你的，我不是不喜欢你，
不是不后悔，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从第一次见到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直到我们家大卡要重逢，我想见你。但是我不敢见你，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像我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淘汰品，我怎么配得上你呢？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别离开我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只要你可以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说话算数。你跟我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吓死我了！已经解封了，你没收到通知吗？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维安，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原谅我太过依赖记久的拥抱。行了，别哭了。你戴着眼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你没事就好。顾云峥，你还缺女朋友吗？有病的那一种。维安，以后不许再离开了。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20号通告，按照分类分批的原则，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同时，从今天开始，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等等，转身，1、2、3。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化妆了，哎呦，真好看！哎，新裙子呀，是
吗？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啊？什么呀？我去找江江，那么久没见。哎，顾医生，你有空吗？我想挂你的急诊。病人主诉。主诉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心慌胸闷，食欲不振。诊断为相思病，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快点啊！去哪儿啊？要来不及了。你今天不是做了3台手术吗？不累吗？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我有一件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我都想了很久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快走！什么事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这就是你说的，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儿。对啊，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你说我在医院，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我们2个大老爷们儿叫来电影院，这也太奇怪了吧。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有你在，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你又想套路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套路你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没有，我是真的害怕。别装了，不敢看。有个电影说，遇到鬼不能叫，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我不相信。来，来。这样啊，我就不害怕了。这都是套路。你就这样乖乖的，我们俩一起干。你笑什么？我没有笑，我是害怕。还害怕？顾医生。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什么样子的？故意带我看恐怖片，刚才害怕都是装的。我是真的害怕。你不相信，你摸摸我手掌心。你摸，手心是不是都吓出冷汗了？前那份甜蜜，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或许是我太过了解，被爱过就不想再被忘记，忘了也没关系，是你给我勇气，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我会祝福着你。忘了也没关系，是我拯救自己。
喂，师兄。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谢谢师兄。怎么？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省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刚刚2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丽，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身亡。也是 HTQ39的被试吗？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已经是第3例动脉瘤破裂的试验被试了。果然，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师兄，我姑姑不是唯一一个突发动脉瘤的被试，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杨文斌怎么说？杨主任说这只是极其偶然的个例，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影响 HTQ39如期上市。我们跟资方签了对赌协议，一旦负面新闻影响公司估值，我就会失去公司的控股权。在这个关键时刻 ，HTQ39不能有任何失误。您放心吧，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杨主任，他肯定比我们还希望 HTQ39如期上市，这会是他在张河最成功的晋升履历。门口别停，快点！怎么了，小杨？哦，没什么，听说有几个医闹，怕惹麻烦。温教授，哎！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哎呀，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你比他们都有资格，而且你也更有能力。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张河呢，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对呀，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又提这个事情。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那你说吧，要怎么样才开心？你说呢？嗯？好一点了，还疼吗？不疼了。这个以后自己小心点。先把这个号挂上。这儿。
苏维安，患者苏维安在不在？在。谢谢。杨老师，苏维安找到温教授诊室来了。请进。温教授你好，我叫苏维安，我姑姑参加过您的 HDK39药物试验。爸，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DK39临床试验。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DK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如果你不是来看病的，那么请不要耽误其他患者的就诊时间，请吧。参加药物试验的被试中有3名出现过动脉瘤破裂，这个事您知道吗？苏维安，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冒充患者。其中1位患者因为动脉瘤2次破裂已经身亡了，这么严重的不良事件您不管吗？带走。我也是学医的，根据药物试验规定，你们必须立即上报伦理委员会。赶紧带走。温教授。这样啊，这什么情况？参加实验的患者有死亡啊！老师，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名被试者他早就自愿退出实验了，停药以后动脉瘤破裂，家属要求一些赔偿，这我肯定不能答应啊。他为什么退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的宗旨，临床实验的被试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实验的，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患者没有多说，我们也没有多问。临床实验一定要严谨。他刚才提到的那几名患者，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能出任何问题。好，我这就去啊。拿。怎么了？没有见到温教授？我进去还没说2句话呢，就被杨文斌赶出来了。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赶出来了。我不确定温教授到底知不知情，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杨文斌一定在刻意隐瞒。我来想办法。我的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下班啊？那就要取决我的女朋友愿不愿意帮我搭把手了。想得美！你笑什么？等着你夸我呢。我夸你？我都快在实验室猝死了，我还夸你？我都说了，医学耽误我赚钱。苏维安，你真的就准备这么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其实，治病救人不一定非得拿手术刀。医学早就成了我们的信仰，也是本能。医学早就跟我没关系了，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那你帮我跑趟检验科吧，
帮我把这个样本交给那儿的王丽娟，王老师。她知道该怎么处理。人家早都下班了，好不好？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睡觉不下班？别人我还真不知道，王丽娟、王老师，这个点儿肯定还在。你好，请问王丽娟王教授在吗？在，不过他不在科室，他在自己的秘密基地。什么秘密基地啊？就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啊，就在那边，向右转。谢谢您啊。王教授，你找我吗？来，帮我个忙。你也喜欢试验？王教授，这是斑马鱼吧？我可不是什么教授。作为全院学历最低的大专生，我这辈子就没指望能评上什么教授啊！你就叫我王医生吧。斑马鱼和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87%，它们的生命周期足够短，1天就能完成从胚胎到成年。这些宝贝最快在48小时之内就能帮我找到和筛选出救命良药、病菌杀手。48小时？是啊，2天。虽然过程中这些样本很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量，以及这些小鱼们做出更多的牺牲，但更多的时候，那些危重的疑难杂症患者只能给我这么多时间。就算不眠不休，我也要和这些鱼兵鱼将打赢这场硬仗。你看我一说起这些小鱼们，就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耽误你时间了啊！不会不会，王老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很幸福吧？那当然，唯有热爱，可以不畏世间无常。哎，你是哪个科室的？怎么称呼你啊？我叫苏维安，我帮顾云峥顾医生给您送样本。哇，省外的。那苏医生，剩下的就交给我。我不是什么苏医生。小王医生，嘿，果然还在啊。吴院士，西内大神吴院士，您还上过杂志吧？吴院士，都这么晚了，您还亲自送样本过来？您看，您都是大明星了，走到哪儿都有您的粉丝。在我们华人实验室啊，小王医生才是大明星，我们都是你的粉丝。我呢，刚刚看了几个学生的手术，知道这个点儿你肯定没下班，就来送个样本。我可不敢当啊。主要呢还是有几个棘手的问题，想跟你这个微生物学神探当面讨教。你看你客气的，有什么事儿您说。这个，那我就先回去了。等结果出来，我给顾医生打电话。谢谢王老师。吴院士，再见。嗯，好。吴院士，您说。王老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很幸福吧？那当然，唯有热爱，可以不畏世间无常。怎么了？魂掉了？太不可思议了！在华人这样一个人均博士的地方，
居然深藏着一个大专生。你知道我刚刚在王医生那儿碰见谁了吗？是心内科的专家，还是肝胆胰的权威啊？是吴院士，心内科的泰斗吴院士。你在他那儿看见谁都不奇怪。那个活在杂志上的大医生，居然亲自来送样本，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堂堂院士居然恭恭敬敬向大专生请教。你说这个王医生，他是个什么传奇人物啊？他呀，20年如一日，坚持自己梦想的微生物神探。王医生他自己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没有哪个病人知道病理报告分析中出现的王丽娟医生这个名字究竟是谁。他虽然居于幕后，但他却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医生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实验室的研究员，或者是教授。那又怎么样呢？他仍然是我们的镇院之宝。王医生他自己从来都不在乎这些，医学早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苏维安同学，有没有兴趣成为华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柳叶刀医座的本科生啊？你故意让我去的，顾医生，还不死心呢，还打着小苏医生的主意呢。我可没这么说。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妈啊！你拿我箱子干嘛？断舍离。哎，你这箱子放在桌子底下挺久的了，看看都是灰，不用了，我给扔了啊。生不用了，就我的箱子。哎，你要放在桌子底下接灰，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扔。你要敢扔我箱子，我就离家出走。嘿，哎，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我怎么不信呢？神经病学年会即将于下周举行 HT-39 3期临床试验成果分享。到时候当着全国专家的面
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一个本科生，怎么混进去省内的顶级专题讲座？谁说你要混进去了？我带你进去。你一个外科医生，凭什么进人家省内的专题讲座啊？因为你男朋友是无所不能的顾云峥啊。我和以前霍普金斯的同事合作了一个关于亨廷顿舞蹈症的课题，课题申报的项目书刚刚提交国自然基金中外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你跟老外合起伙来骗国自然基金呢？这基金申报就没有尽调之类的吗？这怎么能叫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啦！你研究胶质瘤都已经9年多了，不管是高分论文也好，专题讲座也好，都是有关胶质瘤的。还有你那个国自然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一直都被视为胶质瘤领域里面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2个课题？更何况是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怎么可能会有人信你的鬼话？真是对我了如指掌啊，苏瑞安。你这么关注我，我很开心。我就随便了解了解。重点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以为重点是可以直接和温教授对话了。不讲武德。说我一个文人，我讲什么武德？再说了，我为了获得年会的资格，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课题申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难道不该被奖励吗？原来你最近起早贪黑，就是为了这个。我呀，现在算是发现了，你就是吃软不吃硬，对你啊，就得用苦肉计。以前我总是只做不说，是因为怕你有负担。我现在就认为有负担才好。好什么？你有了负担，就不会不告而别了。这么记仇，原来你是这样的，顾老师。没办法，我是真的怕了。我总觉得，你亏欠我越多，才越不舍得离开我。都怪我，以前不应该一直逃避。对啊，我这颗心是一片一片拼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呵护。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了。嗯。起码2封信吧。哎，苏伟安。你好，我们是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学术大会的。好，你好，郑姐，谢谢。稍等一下，郭教授，房卡。谢谢啊。您入住的房间是406，是我们的 King size 海景大床房。好，谢谢。我的房间呢？您2位入住的都是406海景大床房。一间房吗？是的。
麻烦帮我单开一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跟我没有关系啊。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你的家属？也不算完全不是吧？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谢谢你了。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我别抢！喂，明明就是你少订了一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照 CT 了。别安，别闹了。顾医生也有害羞的时候吗？你再仔细摸一摸，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洗澡去了。洗澡？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
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哦。你思想才不健康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原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了要慢慢来的吗？只是一个吻而已，已经够满了。哎，好，你先洗澡去吧，今晚早点休息。顾云峥，你个老狐狸！你叫我啊？没有。吵到你了？没有。你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啊2种。？2种，2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啊？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好，不越线。
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去哪儿？我是不是记到你？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北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挤你，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这样的一天手术台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的，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的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了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维安，咱们不看了，咱们现在就走。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维安，维安，那位女士，糟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
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重大的不良事件。那3粒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这种情况吗？这的确挺严重的。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实验无关。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没事，先坐下。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峥。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呵呵，很少见呐。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1例恰巧就是我收治的，另外2例2院收治。不幸的是，2院的一名患者在第2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历，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我认为，一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我充分的相信我的团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这3位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续我也会亲自跟进，然后做出最终结论。谢谢2位。那么好，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